什麼？你惡不惡心啊你啊！這些人的傲慢根本是台灣傷口上揮之不去的惡臭。請問李千娜道歉不夠卑微嗎？李千娜的小孩被抓出來要殺害，你自己也有收養一個女兒啊。面對李千娜遭受到的霸凌，你卻是靜默，你的聲音付之闕如啊。所以他又在高強度的刑訴對立。誰想要對台灣的痛苦直接講是從來歪曲扭曲解釋林宅血案的是誰？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李千娜最近參加了一個劇，叫做《世紀血案》，預計明年要上映的電影。導演呢叫做徐坤華，監製呢叫郭木勝。他其實是1980年的時候的案子啊，因為這個案子就是這麼久了，所以事實上呢，這大家在討論的時候，很多人其實非常的敏感。到現在時至今日啊，這很多事情其實也已經不為人知了嘛。OK， 對，其實我也都還沒出生呢。1980年2月28號。就在228当天，台灣呢發生一起兇殺案。這起事件呢發生於台北市。當時呢，林義雄的60多歲的母親叫尤阿妹，7歲的2個雙胞胎，一個叫林亮君、林庭君都被刺殺身亡。另外呢，也在家的林煥君就是他的長女啊，身受重傷，但最後救了回来，僥倖未死啊。案發後的偵查，當天呢，警方就到了林煥君的醫院。當時大家有很多的說法啦，也有人說是毒販裡面自導自演啊。比如說這一次的劇情裡面為什麼引起這麼大的爭議？因為史明啊，這個所謂的台獨的歐力桑啊，100多歲這個史明已經過世了。那這個裡面呢，就有人認為說他暗示史明下的毒手等等的之類。那具體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就在這個案情進入了第3天，3月3號的時候啊，台灣的所有治安單位聯合成立了專案小組，總共勘查得12枚的可疑指紋，經比對有10枚啊，這個是林家的親友所有，只有2枚呢未比對出相符者。是在後來的時候的鑑識現場又比對出1枚是鑑識人員留下來的一個部分。至死者身上採集的血液樣本啊，這個有9處，但是經過比對血型之後呢，均與死者血型相符，也沒有發現兇嫌的遺留血點。但是因為林母啊，尤阿妹是激烈的抵抗，所以這個作案的人應該是相當的專業。現場的比對之後呢，林庭君、林亮君還有林尤阿妹他們沉屍的地下室是第一現場啊，主要的集中於背部啊。一般有經驗的兇手常見的一刀毙命刺穿心臟、頸部的作案位不同啊。比較支持的是兇手並不熟悉人體的骨骼結構，並非有經驗的兇手。兇手以單手控制刀械，並可能以左手掩住口鼻，這樣右手呢握刀刺進被害人之背部啊，大部分在右側，致被害人無法反應重傷之程度呢。那經過這樣子研判呢，當然後來當時認為兇應該是沒那麼熟練，但是2023年監察院的報告應該是專業殺手。那我個人感覺啦，我看完這些的討論，個人感覺兇手應該有一定的專業程度，但是呢，你說他是極其專業那種一刀進一刀出那種，我認為應該還沒到那個程度了還是比較偏向他可能有經過一定的訓練，這不見得是那種100%的職業殺手的一個狀況，否則的話他不會對這個林尤阿妹砍那麼多刀這個了結另外呢，你看他對這個林煥君就是大砍了7刀另外呢，沒有財損，也沒有翻動現象，不是財殺。還有呢，屋內的結構、起居的一個狀況，看起來兇手是知之甚詳。這個行兇的這個手法跟刀械來研判的話，應該就是一個人。那經過總共清查了100萬人次以上因為當年人口都還沒破2000萬依然找不到相關可用一個所謂的這個證據了。這個案子後來就有點石沉大海了，包含後面的，但相關後面你可以自己去翻維基百科，我覺得維基百科已經算是寫得相當詳盡了。今天呢，主要是回到這個案子被出征的本身我想這部戲呢，它第一個李千娜所講的說沒有那麼嚴重，我想大概是整出戲裡面最被大家爭議的一個片段。如果李千娜呢是說原來這個事件這麼的嚴重，我想今天這個事情肯定就不一樣了。這樣的一個沒那麼嚴重這句話，就讓整部戲炸掉，似乎有一點斷章取義。因為李千娜的這個感覺是希望透過重新的去演出這整個事件，然後去了解這個事件，去知道這個事件確實案情是非常嚴重，2個7歲的女娃娃被幹掉，再加上一個60幾歲的老婦人被幹掉，這從任何角度上都是非常嚴重的事情。還有呢，就是這個監製呢沒有做好
導跟家屬溝通的工作這件事情，也確實讓人覺得有所不妥。甚至他如果不說世紀血案，他如果改個名字，不要這麼針對的血案，叫做世紀懸案或者叫世紀大案，那這個是不是如果涵蓋了美麗島事件或者其他事件，可能都會有更多的這個寬泛的空間？因為這個案子並不是只是討論林義雄本身嘛，他討論的還包含什麼？還包含了當時美麗島事件達成的背景。那我覺得這整件事情，當然因為林宅血案到目前為止確實是大家完全不知道到底他的這個到底誰是兇手或怎麼樣，但現在這些都是推論的，因為確實當時查了100萬人次也查不出一個道理來。結果呢，就因為這5個字沒那麼嚴重，確實是他在演出的角色的時候，可能他自己的直接的感想，他可能低估了這個政治的一個敏感度。可是呢，這件事情有嚴重到需要無限制上升嗎？這個就是整個的問題啊。看到青鳥啊，各種爆炸啊，無論是李千娜是被取消還是退出啊，我都認為他應該直接退出演藝圈啊。這不是情緒式發言，而是我認為他作為人最基本的底線都沒有。戒嚴時期的政治血案大多是針對大人，唯獨林宅血案兇殘到根本沒人性。如果大女兒沒有救回來，就是死了3個不到10歲的小孩，而且雙胞胎是因為發現太晚，所以才無力回天哦。是多少人連文字敘述都看不下去？再說美麗島事件是整個台灣民主的關鍵起點，中間幾個命案發生，讓國際輿論逼迫國民黨才解除戒嚴。後續的自由媒體的環境與自由言論自由，也就是說啊，李千娜一邊享受前人捐血帶來的自由，一邊說他沒那麼嚴重，讓人適合在演藝圈繼續承載大家的歡笑與幻想嗎？李千娜也在昨天啊，就是發出了他的一個道歉的新聞稿，他說針對這次世紀血案電影事件，我先向林義雄本人、家人及朋友道歉哦，我所有的言論和不適當表達說對不起，同時也要向所有感到不適、憤怒、受傷的人道歉，我虛心接受所有的建議、批評和指教。對世紀血案制作公司，我方也積極溝通哦，希望事情能夠負責任的處理。他目前僅獲得草率的回應。林宅血案這樣極沉重的歷史事件帶來的社會傷害，不只是受害者家，也是整個台灣社會的共同傷痛。我如今深刻了解整段的歷史和悲劇，只有敬重還有敬畏。因此以個人身份站出來面對有關電影的內容，在沒有完全了解完整的劇本架構的情況下，我只專注於自己是客串的小角色，忽略了整體的脈絡和分量，沒做好演員基本應對整體作品和背後真實事件的判斷，更沒做好事實的釐清。對於以上我非常後悔，不斷反省。個人郭木勝是因為拍戲而認識的前輩邀請我幫忙4天客串角色。劇中我是雜貨店老闆娘，最終為了保護自己小孩的生命是個虛構人物。導演與製作在與我討論的時候，表示電影希望以正義希望的方式重啟事件呈現，沒有講太多，因為對角色共感，所以接演，卻忽略了事實本質。所以這部戲本身是劇情片，不是紀錄片，不是這個歷史片，它講的是一個劇情片，所以它裡面有一些虛構的角色。明明是個虛構的劇，為什麼青鳥要借這個機會出征到這種程度呢？這是非常誇張的一個事情，忽略了事實本質啊，僅以經驗和對人的信任接受邀請。更甚者，經幾天大家查證才知道，電影未經林義雄本人或家屬的同意及進行拍攝，已違反我司的合約，也是我始料未及。針對沒有查證清楚，我責無旁貸。同時會針對合作啟動更明確調查後續處理。此外，關於在電影世紀血案記者會上輕率的態度和錯誤的言論，未顧及當事人家屬及整體事件帶給社會的傷害呢，我願致上最大的歉意。林宅血案這樣殘酷的悲劇台灣白色恐怖這段歷史，無論是誰用什麼方式，都應該嚴肅的面對。長期以來呢，我借由演藝工作的傳遞正能量，推廣台灣的文化和傳統價值，不為過往，用心經營我的家庭，從未想傷害任何人。這次造成傷害已不可逆，我深刻反省，也明白辜負了我的專業身份及支持我的朋友，更耗費了許多社會資源。再次抱歉，除了檢討接受所有批評外，我將此次參與林宅血案的全數片酬捐贈給慈林基金會，並非為了換取諒解和批評爭議，而是希望能夠表達最基本的歉意，再次對所有被影響的人致上最深的歉意。李千娜來給大家看一下，青鳥風道去出征李千娜的女兒，祝千娜跟女兒也遭遇跟阿嬷及雙胞胎的遭遇，反正也沒這麼嚴重恐怖，順便也經歷一下228好了，反正也那麼嚴重恐怖，遭遇的時候也記得要嘻嘻哈哈，保持笑容，祝福冷血李千娜世紀血案沒出面一起撻伐刽子手國民黨，都是冷血幫兇。千錯萬錯，國民黨的錯又來了。我跟大家講我最痛恨就是青鳥。青鳥呢，每天就是無差別攻擊跟出征，毫無理性。我跟大家講，我太習慣青鳥網暴孩子了，動輒貼我家小孩的照片，動輒攻擊我小孩。上次去年在上海的時候，我就被8種帶頭網暴，然後又是貼出我小孩的照片，然後我就把這個給王驍看，王驍說：“我操，台灣是這樣的。”王驍都震驚了，你知道嗎？他們對慰安婦會罵那麼兇嗎？不會啊。他們對日本所犯下的暴擊會罵那麼兇嗎？不會。
會啊。他們對民視的演員在沒有任何防護之下拍成重殘，差點掛了這件事會追殺到底啊？不會啊。他們對三立副總的兒子性侵本土劇女神江祖平的事情有這麼的認真嗎？不會啊。青鳥就是一群瘋狂嗜血的存在。你看哦，青鳥現在開始擴大打擊面哦，要撻伐劊子手國民黨哦，要追真相。他們沒有要追真相哦，他們只想要把李千娜網爆，只想要讓李千娜的女兒也遭遇林宅血案的結果。這次柯世勳也道歉了哦。他覺得被這個捲入。另外，李千娜呢也退出了櫻花季哦。本來在高雄的音樂節櫻花季，在3月13號的時候，李千娜也宣布退出這個櫻花季。人家是真的努力做彌補，結果你看到文化總會，好，中華文化總會，民進黨控制的中華文化總會也緊急宣布，除夕夜播出的 VR 會進行適當調整，也就是要把李千娜給 ban 掉。所以你看哦，落井下石真有他們的。這件事情順應着青鳥網爆，文化總会竟然不敢對網爆這件事情講任何的話。基本上民進黨現在就定調，網爆這些演員。為什麼要網爆這些演員呢？寇世勳、李千娜這些知名演員要一直瘋狂網爆他們，讓青鳥擴大打擊面，瘋狂追殺，最後牽連到國民黨身上。這就是現在民進黨打的如意算盤。沈伯洋在這時候呢又講話了，深夜怒火。在這座島上，有一群人自命高人一等，自詡為歷史的詮釋者，實則不學無術，連對苦難的最基本的敬畏都付之闕如。待外敵強權，這些人卑躬屈膝；對待這塊土地的受難者，卻在骨骸上優雅起舞。這些人的傲慢，根本是台灣山口上揮之不去的惡臭，還想對台灣的痛苦指點江山。我呸！這就是沈撲嘛，他在幹嘛？我跟你解析一下。第一個，我好生氣呀！深夜怒吼，半夜睡不着覺，深夜怒吼。這座島嶼上，台灣有一群人自命高人一等，代表什麼？這些人高高在上，他們負責詮釋歷史，但是他們不配，因為他們不學無術，他們沒有資格，他們對這些苦難呢最基本敬畏都沒有。可惡自己！講誰？講國民黨啊？講誰？講李千娜？講那些反對青鳥去網爆李千娜的人的觀點啊？他又開始在什麼？他又開始在帶風向啊？然後呢？這件事明明就是就劇組來說也就算了，可是你看哦，對待外敵強權暗示什麼？中國、中共、國民黨、民眾黨這些人卑躬屈膝，對待土地的受難者哦，對待林義雄，你們卻在林宅血案啊這個屍體上面翩翩起舞，利用踐踏林宅血案對比你們對中共、對中國的卑躬屈膝，所以他又在形塑對立，高強度的形塑對立。什麼？你惡不惡心啊你啊？這些人的傲慢根本是台灣山口上揮之不去的惡臭。請問李千娜道歉不夠卑微嗎？李千娜的小孩被抓出來要殺害，你會怒火嗎？你自己也有一個收養一個女兒啊，每天視如珍寶啊。面對李千娜遭受到的霸凌，你卻是靜默，你的聲音。誰想要對台灣的痛苦指點江山？從來歪曲扭曲解釋林宅血案的是誰？你對於台積電被美國人割走，對待外敵強權，這些人卑躬屈膝啊。對待台灣被挖走的5萬個高級的工作機會，流失的5000億美元，這一些台灣的剩下一般老百姓的受難者，你們卻站在台灣遍體鱗傷上面悠然起舞啊！在這座島嶼之上，有一群青鳥啊，自命高人一等啊，自詡歷史的詮釋者啊，實則不學無術啊，連對苦難最基本的敬畏都付之闕如啊。看到沒有？幫你整理一下，一個納粹仔，整天在那邊說他自己是民主，來幫你沈伯洋改寫一下。我跟你講哈，我這樣做青鳥一定會出征我，寫了一篇。只寫說青鳥瘋狂出征，從范琪斐到李千娜再到賈永婕，賈永婕發生什麼事？等一下說。下一個會是誰？少造謠了 A 片仔，然後呢又衝出來在那邊崩潰啊！我說 A 片仔又崩潰了，然後你知道他怎麼回我嗎？他說下一個有管就 ban 你啊！我可不是賴清德，別有無腦賴賬，一舔有錢人的樣子就是噁心。你媽給你生的腿骨怎麼那麼軟？青鳥最愛造謠，到底我造謠什麼了？青鳥出征這3位是有錯是不是？青鳥永遠不會討論問題，只會出征跟霸凌，人身攻擊、诋毀人格，然後再不然就是恐嚇讓你被消失。怎麼那麼熟悉啊？就驗證了青鳥的霸凌啊！青鳥馬上趕赴現場，對不對？你看哦，確實如此。這幾年青鳥水準不如前幾年。那中共及港匪，你的中華民國至少有7個國家準備好開戰了嗎？謝謝你剛好驗證了我的謠言。你的文字不僅呢邏輯不通，連文法也不通。懷念幾年前的青鳥，至少水準相對高了一點。林宅血案45年，來再來打臉時間就馬上啪啪而至了。他們現在想把所有的鍋都甩給國民黨，民進黨已經換了3個總統了啊，再加上一個後來轉投綠的李登輝啊，國民黨實際執政只有16年啊，就李登輝16年再加12年，那12年呢？
你說賺中間好了，國民黨執政16年，民進黨執政18年，你執政時間都更久，而且最近10年全部是你民進黨執政，你沒辦法解密嗎？蔡英文2020年2月29號，總統令國安局1個月內解密檔案，在228事件暨73週年中樞儀式上親口所說。請問解密去哪裡了？每天解密，結果呢？結果施明德的老婆啊，去申請了22年啊，只看到註銷的檔案啊。施明德老婆叫陳家軍。從2003年開始申請相關檔案50次，政府宣稱解密檔案比率達到 99.97%， 結果呢？舉報人、告密者、發者所有關鍵文字都遮住，等於沒有解密。問題是41萬的政治檔案目錄，286萬頁的分析成果，70萬筆人民所以189頁去識別化的全民影像問題關鍵人物通通塗黑，代表不管是林宅血案，不管是戒嚴時期的美麗島大案，裡面有什麼？一定有爪爬仔啊！這些爪爬仔是誰啊？民進黨的高官啊，蔡英文執政後期呢，常標榜轉型正，邀請一堆人去看檔案，從未邀請施明德，這是施過世前最大遺憾。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執行長張龍橋受訪表示，他們申請調閱聯繫家屬，盼取得授權。更好笑的開始到處抓人哦。費斯兔文化娛樂製作就是這個電影公司啊的製作的這個負責人啊，說他曾是中國肯德基的 CEO 啊，退休後返台拍電影啊，也開始出征書進士，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他不是跟你討論這件事是真是假，那這些電影自然不攻自破嘛。開始在抓這個背後的人，就是故意要用這一種引火燒其他人的方式。就因為他當過 CEO， 就因為他在大陸有工作過，那如果照這樣的話，陳柏惟第一個要抓出來啊，鄭麗君要抓出來啊。鄭麗君她老公在大陸賺多少錢？就是透過這種方式擴大打擊面，把在野黨一網打盡。如果說還有人傻傻的跟着民進黨遙相呼應哦，這不是蠢就是笨，對不對？你看再來哦，還沒有結束哦。你看哦，三立新聞，林家血案兇手是誰？有沒有？就監察院說，情治當5大假訊息控制媒體栽贓，說為了意圖栽贓黨外人士林英瓊美籍友人，就最好笑是什麼？這份檔案報告裡面完全沒有新的東西。請問你監察院有認真在做事情嗎？史明或其組織成員涉案一說啊，從未於史明口述史、史明回憶中提及啊。史明會說我自己去殺人哦，我的天哪！這種智障的這樣的一個回答方式，就有三立就把它看出來。民視那個演員，我跟大家講啊，摔得真的很慘。然後呢，到現在勞動部啊安靜如生啊。你看哦，另外你看放言編輯部哦，周玉蔻也出來帶風向了哦。他們現在想要恢復促轉會，想要繼續擴大打擊面，直接認了林宅血案，大家都認為是懸案，他現在直接說跟國家暴力有關係，這是民進黨的做法。他的做法就是什麼？就是擴大打擊面。然後就在這個風口浪尖之上的時候，有一位勇者堅定的站得出來，為社會正義而發聲啊！這個是誰呢？是賈永婕 Janet。我講啊，當權者到底是誰啊？第一個出現哦，第一個除了出征賈永婕之外，我講的當權者是誰？其實就是當權者。當年的當權者，請不要掩蓋真相，有一面對。現在的當權者，請讓真相離我們越來越近。馬上有人點破，民進黨炒作林宅血案，就是選舉前的認知戰，騙票，反移萊爾校長施政失敗，打擊藍白凝聚基本盤。我看到真相是啊，民進黨執政10幾年了，都不破案，但是每到選舉，一定拿228林宅血案來洗白他們的執政無能。如果民進黨想破案，為什麼不公開答案？從1980年李登輝8年，李登輝是12年了哈，陳水扁8年，馬英九8年，蔡英文8年，民進黨執政比國民黨還長，只會政治騙票，都不查真相，每次民進黨都會贏。所以我更想了解319槍擊案的真相，蔡英文論文案、高端疫苗、口罩國家隊、超絲雞蛋、光電88槍、8000億。前瞻計劃 1.25 兆到底要買什麼？林宅血案的真相怎麼可以這樣只手遮天？怎麼可以這樣無法無天？這一切都太粗暴、太殘忍、太可怕了，真的人神共憤啊！誰能告訴我們真相呢？我現在才知道，原來這件事情發生在我同齡年代。我是1974年生，我真的無法想象這個年代竟然有這樣發生這樣的事情。原來我們這一代的成長背景裡藏了這麼黑暗、這麼殘酷的歷史。當權者，請給大眾一個交代。好猛啊，真的是好猛！我一定要給他說，真的太猛了。那個年代當權者，國民黨確實該好好交代，有沒有？青兩馬上說，賈董當時當權的是國民黨，是蔣經國。你可以打給萬安市長，他可能有第一手資料。為什麼？因為賈永婕說他會跟蔣萬安打
打電話嘛。果然呢，兇手除了當時的蔣家，還有誰？還有誰？你已經知道真相，只是剩下願不願意相信而已啊。